年买首发 iPhone 都要靠抢，但16会不会是最好抢的一代 iPhone？ 只要准时上线了的，都抢到了首发当天的机器，甚至有个晚来的小伙伴，原计划28号才能到货的16 Pro Max， 愣是稀里糊涂提前1周就到了。说白了，这一代的 iPhone 给人的感觉就是该发新机了，所以16来了。 有一说一，这代国行 iPhone 最大的变化就是这颗近看精致、远看奇怪的蓝宝石按键。很明显，苹果又想要创造一个世界级的使用习惯，甚至直接把它焊死在中框上，表示决心。坏这一点，说不定整台机子都要换新。但这一次，我觉得他们整了一个苹果侧滑返回级别的笑话。 哎，这个晚点再聊哈，因为我觉得苹果要在摄影上面实现的野心，好像真的快要拼起来了。先来说说最基本的用法，抓拍。 我可以说，这个按键抓拍不了。首先，你抓拍的时候，你需要先启动相机，再按一下才会抓拍。如果你的手机是刚从口袋里面掏出来的呢，你甚至需要连按3次才能抓拍。先按第1下开屏幕，第2下打开相机，第3次才按下快门。小米呢，按下的时候不仅打开了相机，还拍了一张。iPhone 呢，都说很难抓拍了。 只是对于以前的 iPhone 来说，这倒是还不错。只是因为原本打开相机也太难了，进步一点也是进步嘛。画质呢更是原地踏步，4800万像素主摄，拍照画质几乎没有区别。超广角也升级到了4800万像素，但是日常画质还是没啥区别，也不像主摄一样支持2400万的照片。高情商，换新机之后使用体验非常统一。 对了，这一次的 Pro 用户也用上了5倍长焦，不管你喜不喜欢3倍都没得选了。iPhone 这个长焦对焦距离依旧超级远，但在苹果眼里，就一个这样的 iPhone 居然是最好的相机。Make the very best camera that we can and place it in an iPhone form factor， 简直是离谱啊！ 但更离谱的是，我还挺认可，因为苹果式的抓拍不是更快的定格，他们理解的快，重点在信息密度上。 来说之前，我们得看一看新功能。第一个呢是混音功能，这个功能很重要，但起名简直就是重量级啊！标准取景框内录音室电影效果，前2个字面意思还好啊，后面2个分别是聚焦拍摄者的声音和全向收音不降噪。如果开到取景框内，拍演唱会的时候，应该就能过滤掉那些奇奇怪怪的跑调跟唱。5倍长焦的含金量直接上升一大截。 第2个是隐藏的功能，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发现 ，iPhone 11就加入了长按录视频的功能，但是我估计没有几个人会用，因为它录出来的视频是一个奇怪的1440乘1920分辨率的视频，4:3的比例，画质不可调，也不带 HDR， 就有点像是微信录制视频的那种感觉。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长按是一个完全正常的视频，最高4K 60帧，16:9，在杜比世界，甚至点开编辑，连混音功能都是支持的。用按键长按也可以录。 哎，那到这里就已经有点能够窥见苹果的野心了。我们接着往下看。第3个呢是彻底换代的摄影风格，这次分为2大类，一类叫底色，一类叫心情。哎，国味中文咱们不管它，我翻译翻译啊。这个是人像滤镜，这个是全局滤镜。全局滤镜很简单啊，就是整个染色。这个新加入的坐标轴往右边是鲜艳，往上面是变亮。 底下这个单独的小条就是染色浓度。这回的滤镜明显比之前的色彩风格激进了很多很多。就比如我最喜欢的是自然，有种很干净又很有层次的感觉。你再看这个温馨，不就是安卓很多人喜欢用的黑金色吗？给城市夜景用就无敌。这里是一张照片，我全部套一遍，你觉得哪一个更好看？ 人像滤镜就更有意思了。举个例子啊，如果是个没有人的照片，这2个是看不出太大的区别的。但是如果有人的照片，你就会发现肤色的变化其实很大，而背景呢就没咋变。更到位的是啥？这些滤镜居然是可以同步套到 Live Photo 上的。 那不知道有人 get 到没有啊？这些功能单看也就还行，关键的是这些都可以在拍完之后回相册里面继续调节了，这才是苹果的野心。原来所谓的抓拍，并不只是拍的时候有多快，他们还想让你在拍的时候什么都不需要考虑，即使你选择了滤镜，也可以在后期一键还原，或者是换成别的滤镜。拍摄的时候呢，也不用纠结要不要开一堆的什么人像模式啊、舞台模式，也不用纠结开什么颜色的滤镜，拍4K 60，甚至不用开视频模式，只是相机里面长按和短按的区别，就连4K 120帧的功能，你也可以理解成提供了多1倍的后期空间。
它那个弹簧还有那个水珠溅起来都变得好清晰。你们看，这个是原速度。然后呢，如果说我把它慢放4倍，哎，你看这个编辑界面就跟慢动作是一毛一样的。看完今年的一大堆功能，我感觉苹果离成为眼中的自己又近了一步。现在很多机子在卷街拍这个场景，装各种的相机配件，用的时候是挺好玩的，但我觉得还是有点强行。我想应该很多人用手机拍照的场景，可能是看到阳光正好，又或者是猫猫太可爱了，又或者是旅游的时候走着走着看到了好看的，但朋友又催得比较急，随手来了那么一下。他们没有街拍那么极端，但是你也会很担心转瞬即逝的机会。iPhone 的快在于完全不用挑模式，要么短按拍照，要么长按拍视频，很大程度上面减少了错过的可能性。至于效果，后期再弄就是了。再想想之前苹果就已经加上 Live Photo， 拍照的时候还附赠一段视频。前2天不是出了那个新功能之后嘛，然后我就在相册里面整理这些照片，然后我就看到了 Rango 刚来的时候，真的好可爱。那这张照片就是在钻我的鞋子，真的很好笑哎。这一张就在吃我的头发，跟吃面条似的，而且一直在往我身上扒拉。以前真的好白一只毛，现在已经黑成啥样了呀？要不回去了呢？这小猫咪就只能留在我的相册里了。好长。还有就是一些我出去旅游的时候拍的一些照片，就比如说这里有一张海边的，我好喜欢。还有就是这一张真的是我所有 Live Photo 里面最喜欢的一张，这是我在布里恩茨下车的时候随手拍的一张，当时我的朋友还急着要走，真的就是雪山、电车，然后行人，还有教堂，又是落日的时分，真的好绝这张照片，我超喜欢，甚至我还拿来当壁纸来着。这也是我在水族馆里面拍到的，真的好可爱。第一次听魔鬼鱼叫，特别是在游动的时候，它那个裙边真的好可爱。那在你们的相册里面，你印象最深刻的照片是哪一张呢？能不能发给我看看？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翻过那些3、4年前的 Live Photo， 那种感触绝对不是一张静态照片能比的。越用我就越有一种感觉，安卓影像旗舰出片嘎嘎亮，拍完感觉自己很有水平，恨不得马上发朋友圈。iPhone 呢，很多时候拍出来平平淡淡的，甚至有时候还有点糊，没有什么分享欲，只能暂时存着。但翻相册的时候，是真的有一种播放回忆的感觉。哎，这什么来的？遥遥领先。甚至按照这个逻辑，有没有一种可能，之后苹果把现在还需要独立拍摄的空间照片融合到普通拍照模式里面，把电影模式融合到视频模式里面？同样，你不需要前期选择，只需要进入相册里面拉一下就能变换焦点，甚至这些东西在苹果的压缩下并不会有多大。你看现在一张2400万像素的 iPhone 照片，包含景深、视频、声音、HDR 等等之后，也只有3、4 MB。更好玩的是，不是前几天的时候微信还更新了一个 Live Photo 吗？弄得我朋友圈全都是 Live Photo。小米和 OPPO 这些机子的 HDR 照片现在也能直接在 iPhone 上面显示出 HDR 效果了。虽然苹果没咋主动啊，但是莫名其妙，现在这个苹果自嗨的小生态已经逐渐有了突破的感觉。你看 OPPO 都说要打通 AirDrop， 在以前完全不敢想厂商会自己去做这个事情。夸是夸完了，哎，这个时候可以说回新的拍照键了。这个新 feature 甚至不是 Pro 系列独占，你看哪时候标准版有这个待遇了？说白了，果子也觉得这玩意儿没有那么好，不然你看120赫兹肯定给不了一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你一般拍照的时候，食指的位置其实很靠近底部，所以正常手机和相机的拍照键都挺靠右边的。但是 iPhone 的呢，居然在这个位置，就第一次感觉自己的食指不太够长。竖屏的时候又会觉得大拇指太长了。刚开始拍样片的时候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这个画面有一半是清晰的，一半又是模糊的呢？后来一想，是因为按键太硬了，又比较靠下，手抖。然后这一次的操作逻辑我已经不想给大家介绍了，什么轻触、重按、滑动双击，我实际使用的时候没感觉方便哪怕一点哈，甚至我强行想要用它都会觉得有点嫌麻烦。有没有人能出一个封死这个按键的手机壳啊？我真的不想再悟出它了。而且这个轻触在外面没有反馈，要在里面才有反馈，滑动前要先按一下，放一会儿呢它又消失了，又操作不了了。逻辑上是合理的吧，就是有点不太优雅的感觉。哎，那这么一看的话，这操作其实也挺苹果的，这不就跟左滑返回似的，一会儿可以，一会儿又不行。更
难崩的是，按键的2段式操作并不是马达模拟的，也不是索尼那种实体的，而是轻按马达模拟，重按实体按键。我相信苹果肯定也是想要把它做成全模拟按键的。但是我们看看以前的模拟按键，都会把这个马达呢放在按键的下面，但这个位置吧，确实是不太好塞进去。照咱们现在这个样子，新用户们可以不着急学怎么用，你就当快速启动相机的按钮就可以了。之后苹果肯定也会继续调整，毕竟现在已经预告要 OTA 一个半按锁定对焦进来了。等苹果自己想明白了，到时候再学也不迟哦。刚发现了一个很好笑的事情，我想用这个第三方软件给小猫咪拍个照片，这个时候我想使用一下这个拍照键后，你猜怎么着？我请问了。除开相机，这一次16系列的硬件升级，客观来说并不算大。如果说每年都有一个代表，14是灵动岛，15是 Type C，16其实是 Apple Intelligence， 它不是硬件，甚至都还没进来。传闻中呢，40瓦快充也没有出现，或者说出现了1-2秒吧。我试了一下，不管是 Pro 还是 Pro Max， 还是需要2个小时才能完全充满。但日常体验却跟参数不太一样。我平常最烦 iPhone 的就是最需要亮度的时候它降亮度，以及撑不住1天的破电池和拍2张照片就微信闪退。这一次我用摄影灯测试了一下，整体降亮度的速度变化不大，但是维持高亮度的时间变长了不少。电池这一次又变大了，续航看各家的测试也是提升了不小。建议下一次加点内存吧，别让微信老是闪退了，好吧？最后说一说我自己的一点看法吧。我觉得手机发展一直都是这样，先猛冲一下，把各种超模技术搬上新机，疯狂拉参数，然后参数卷到头了之后，就开始在原先的技术上面优化体验。现在可不，大家都有1英寸，微摄制衡了，又开始朝着使用体验卷，按住各个加大电池，甚至又开始打磨起手感来了。还有说法，下一代的 vivo、OPPO 也要出小尺寸的旗舰了。硬件挤了几年的牙膏，连苹果都开始加散热和电池了。对于我来说，更激进的机子肯定更有玩头，但在日常使用的时候，即使是数码博主选手机也要看看续航、充电、散热。再怎么能炫技的手机，最后也是要放进口袋里面带出门用的。OK，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么我是Tilly，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